星铁最强群短，崩坏世界的机，在银河都督摇摆的资灯鸟即将上线，能把资灯鸟不哀玩到端服大动名上。相信大家对资灯鸟一定有不少疑问，本期视频总结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，并给予解答。首先呢，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资灯鸟的角色定位和优缺点。优点一，数值爆炸，作为太傅以来第3位限定童鞋，资灯鸟可以说是星铁目前综合数值最高、爆发能力最强的端环型群体辅助。它的战绩和软梅非常类似，都是能在一定回合内提高我方全体伤害的场地类 buff， 不仅和软梅一样不会被痛制退掉影响，而且因为没有被击破效率战魔，所以增伤数值还显著高于软梅。同时，资灯鸟的大招除了能给我方全体提供高达1000点左右的攻击力加成，还能使自身以外的队友获得一次立即行动。要知道，55停于光凭24%的群体拉条就能跻身 T0 辅助的宝座，那么资灯鸟这的群体100%拉条是什么含金量？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而资灯鸟的增伤能力，除了平平无奇的50%增伤、20%爆伤和1000点加动外，队友在资灯鸟大招期间发动的每次攻击都会附带一次附加伤害。这的附加伤害不仅没有次数限制，而且能吃到资灯鸟自己的战绩增伤和大招攻击短，还自带100%暴击和150%镀定爆伤。标准面板下每次附加伤害都能打出上万点的输出，因此资灯鸟大招持续期间，队友动得越快，出手越多，资灯鸟所带来的伤害收益也会呈现几何倍数的提升。现在成型的一拖杀追击队中，资灯鸟一次大招期间甚至能打出不下24的攻击，此不管是在平平无奇的数字，一旦翻到20倍，那都是非常恐怖的。目前资灯鸟在挣脱队、击黑队和隐花队中的提升，对比软梅都有10%以上的提升。即使是最不适配的斗者队，资灯鸟在3回合之内带来的提升也要高于软梅。所以想在2.2 版本更新后立马赢取新老婆的小伙伴，请投出你们的一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资灯鸟的附加伤害这么恐怖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资灯鸟带误伤球来让它打出更高的输出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20万往上的伤害虽然看上去很多，但在挣脱追击队中，也就是义父2发粉笔头的事情，而义父2回合内能丢出的粉笔头绝对不止2个。实际算下来的伤害产出，资灯鸟也就比纯护卫的杀金要高上一点。这还是因为杀金是防御面板，吃不到资灯鸟大招的圆度，而且资灯鸟大招是基于自身攻击力给全队加攻的。如果用误伤球换攻击球，虽然能带给资灯鸟更多的附加伤害提升，但也间接降低了主系的输出。总体而言，得不偿失。然后是资灯鸟第二的优点，反向神君。资灯鸟的大招机制和警员类似，都是在行动条上独立生成一个召唤物，固定90点速度，所以拖波次时，以行动的部分也会重新计算，在3波次的虚构叙事里，可以极大程度的延长大招 buff 的附带时间。万万没想到，警员最大的毒点居然变成了资灯鸟的优点，这下真是蓝墨女泪了。等等，所以资灯鸟太大免痛，其实是为了不让他的召唤物重跑，然后永续大招吗？接下来看第3的优点，仪器毕业成本低。资灯鸟是目前仪器要求最低的同学辅助，不仅不用特意给他刷信使和封套，而且资灯鸟基础速度102，行迹自带5点速度提升25%的太极自拉条，只要大带5的速度词条就能达成太极2动。这样情况下，连速度鞋都不用穿，直接一条充能绳加3的主词条大动机拉满，套装2动机加2动机就能达成毕业。不过，资灯鸟在机制上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短板和缺陷，首先是启动和循环上的缺陷。资灯鸟的大招虽然数值极为恐怖，但作为代价，它能量上限高达160点，即使放在一众同鞋角色中，也是最亮眼的那仔。所幸资灯鸟的天赋是在队友攻击时给它自身恢复2点能量，作用和秘技也同样能够少量回能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大招的充能压力。所以实战中想要补上这个缺头，要么通过天赋靠队友刀平多痛辅助回能，要么携带停云祸火主动充能。停云的充能比较好说，亮到短保还能提到资灯鸟造成的附加伤害，但如果是在祸火，就会出现资灯鸟的另一个问题，残点方面的缺陷。由于资灯鸟太大期间无法行动，所以在残点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。如果配合罗刹、加拉赫、刀术、杀金这样的打斗人倒还好，但要是和灵命祸火、0+0大压这样同样残点徒手的角色组队，那可真就画美不太了。然后是增伤机制上的缺陷，资灯鸟的增伤有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大招提供的附加伤害身上。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必须要主动进攻才能触发，一些出手频率不足的角色就很难有效利用这个机制。即使像警员、影子这样的群伤角色命中复数敌人，也只会产生一次附加伤害。所以理论上，资灯鸟更加适合能刀平多动的巡猎角色。不过由于资灯鸟的附加伤害会在队友攻击后进行结算，所以理论上可能会强调希尔的残血人头，导致其触发不了在线。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，也就说明希尔已经无法独立完成击杀，抢在线一说也就无从谈起。最后是使用手感方面的缺陷，资灯鸟的群拉机制决定了它对于太大时机会有一定的要求，比如主机马上就要动了，你这时太大拉条肯定是纯纯的血推，双 C 队想同步拉条，但是得重新坐牢刷仪器，所以资灯鸟自动战虽然能用，但会损失一定的对轴收益，体感上远不如软梅那样来的无脑舒适。而且资灯鸟只是东京面板，对比花火软梅那叫一个皮薄肉脆，再加上太大不能动的性质，罗刹、
加拉赫这种结界奶不太战绩也很难救得回来。但考虑到目前深渊的整体环境，知更鸟依然是星铁最强的群体进攻辅助。先不说这突破回合制限制了全队立即行动，能在灵体解决混沌回忆第一波刺里发挥多大的作用？就凭他这个大招拓波次延长的能力，就能在虚构里全场景自爆，带着黑鸡组合稳定喝汤。而且有刀瓶的增伤数值和没有刺入上限的附加伤害兜底，以及独一档的大招范碟能力，角色演示里还透视了一下玛丽莲梦露，这眼神。这动作，这下真是不得不抽了。所以想把知更鸟抱回家的小伙伴，请在弹幕里偷波1吧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手上已经有成型的追击队，又或者还没有任何一个限定同学，不用多说，直接开冲。但假设你已经有软梅且不打算练追击队，那么两者的就业就存在一定的重合，平玩家可以不抽。而对于那些打算从零投资追击队的玩家，如果要在知更鸟和拖把总监间取舍的话，那还是建议优先抽鸟。毕竟义父用知更鸟加佩拉来短，已经有不错的战斗力，知更鸟也可以用来搭配黑鸡就业，而总监离的追击队基本就完全走不动道，而且0+0的情况下也很难满足真理的负面素养要求。火热点赛道更是要和即将到来的流萤萨姆竞争。具体抽取顺序方面，灵魂大于专武，大于一魂，大于二魂，大于其他。平民灵魂吉特有条件2+1止步，警员玩家可以考虑4魂鸟搭配杀精，解锁神经免痛功能。所以看完大家想抽知更鸟了吗？为什么？希望大家能点的3连一起冲上热门，拜托了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感谢大家3连都有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